你應該已經聽過 prompt engineering， 但係 context engineering 你又知唔知係咩？有啲人話佢拯救世界，但有啲人又話佢只係用嚟呃 like 嘅新 term，common sense 複雜化。到底乜嘢係 context engineering？ 佢到底值唔值得大家捧到佢咁高？大家好，歡迎收睇 Anitea， 我係 Anita。呢幾日 AI 界出現咗一個新嘅 term， 叫做 context engineering。有啲人認為佢可以話係解救咗 LLM 成日講大話，即係 hallucination 嘅問題。尤其當而家越嚟越興 vibe coding， 任何人都可以拎住 AI 嚟到去做 code， 所以就出現咗一堆表面上好似完成咗90%，實質入邊全部都係假狗，甚至係爆晒安全漏洞嘅 app。哇！救世主係咪出現咗啦？但係同時間亦都有啲人話 context engineering 係將 common sense 複雜化。多鳩餘之外，仲令開發成本大增，簡單複雜化。咁到底事實係點呢？ Context engineering 又係啲咩嚟嘅呢？我哋一齊嚟睇下。要了解咩係 context engineering， 首先要知咩係 context。context 係你個 LLM 俾個 response 出嚟之前可以參考嘅資訊。首先係 instructions 或者 system prompt， 呢個應該唔使解釋太多啦。就係 set 咗俾個 LLM 嘅背景同指示。第二係 user prompt， 呢個更加簡單，就係個 user 問嘅問題。第三 memory， 呢度分 short term 同 long term， 即係個 LLM 對呢個 task 或者呢個 user 嘅記憶。第四 RAG， 如果你唔知咩係 RAG 算係一個特別嘅 database。呢種 database 嘅 query 係一條問題，而 data 係一堆 documents。第五 tools，即係一堆你個 LLM 可以調用嘅工具，通常用嚟接駁你嘅 system 或者 database， 甚至係靠天文台問天氣。第六 structured output， 你個 LLM 回應嘅格式，例如係 JSON object。由呢幅圖睇到 context engineering 同 prompt engineering 唔同。prompt engineering 指嘅係入面個 system 同 user prompt 嘅技巧，講緊嘅係點樣用精簡嘅文字表達你嘅要求。而 context engineering 就係點樣可以喺咁多嘅資訊入邊，為適合嘅資訊俾個 LLM， 補完 LLM 對條問題嘅認知，等佢唔使自己估，減少佢嘅想像空間，減少出錯。你可能會覺得塞晒啲資料俾個 LLM 有咩難度？咁我問翻你，點解 prompt engineering 嘅其中一個原則係要精簡？因為資訊過多會有兩大問題。一、燒錢，雖然依家趨勢係越嚟越平，但始終用越多嘅 token 就越貴，尤其是高階嘅 model， 一個唔小心貴過以前每6秒6毫啊。二、降低 LLM 嘅準確性。LLM 同人一樣，當資訊越多就會越混亂，越容易混淆。當你同佢講嘅嘢入面有一大堆唔關事嘅嘢，佢好容易會錯重點，最後就會俾個錯嘅答案你。呢個係其中一個導致 hallucination 嘅原因。呢兩點同 prompt engineering 係一樣嘅，而 context engineering 仲有一個更加複雜嘅難題，就係除咗個 prompt 之外，其他嘅嘢大部分都係種喺個系統入邊，係靜態 static 嘅，但係個 prompt 係動態，即係 dynamic 嘅。要用一個 static 嘅系統去判斷一個 dynamic 嘅關聯性，呢個就係 context engineering 嘅一個大挑戰。點樣先為之有關嘅資訊呢？講咗咁多理論，都係時候講下啲實際例子啦。第一個例子 AI 客服，想象一下你問銀行嘅 AI 客服，我想查下我張信用卡嘅最新月結單。冇 context engineering 嘅話， AI 可能淨係識答你，請登入網上銀行查詢，或者更大鑊，佢會老作俾你，因為佢冇你張卡嘅資料。而有 context engineering 呢，當你問呢條問題嘅時候，個系統會將你嘅 ID、對話記錄，甚至你曾經查詢過嘅資料餵俾個 LLM。LLM 有呢啲資料，就會知道呢個客係邊個，佢想查自己張卡嘅單，然後佢可能會問你簡單嘅驗證問題，確認之後再 access 你嘅信用卡系統，然後準確咁話你知你嘅月結單內容。blog post 代筆。當你叫 AI 幫你寫一篇關於最新 AI 技術嘅 blog post， 喺冇 context engineering 嘅情況下， AI 可能會寫一篇好空泛、好官腔嘅文章，又或者寫啲已經過時嘅資訊，因為佢冇你嘅寫作風格、目標受眾等等嘅概念。
有 context engineering 呢，你可以預先將你以前寫過嘅 blog post、語氣、指引同埋今次文章嘅主要論點同關鍵詞俾個 LLM。更好嘅就係開通埋佢上網揾料嘅功能，咁佢寫出嚟嘅文章就會更貼近你嘅個人風格，包含你想要嘅所有重點，而且資訊都係最新最準確，唔會作啲無厘頭嘅內容出嚟。Vibe coding， 當你要佢幫你寫個 app， 喺冇 context engineering 嘅情況底下，佢會幫你整個唔貼合你品牌風格嘅 design，hard code 一啲佢唔知邊度可以揾到嘅 data， 甚至係自己寫嘅 back end 同 front end 兩邊用唔同 spec 嘅 API。但係有 context engineering 呢，你可以逐步叫佢幫你做，先寫咗個 data 同 API 嘅 spec， 再寫個 back end 同 front end 嘅 code， 然後出埋 system 嘅 operation doc， 甚至寫埋 test case 同 test plan， 準確性高好多。之後人手再要執都容易好多，可以真係執，而唔係砍掉重練。呢度有個 GitHub 嘅 project 已經紅到你 Google Search Context Engineering 都會見到佢。佢係一個用 Context Engineering 做 Vibe Coding 嘅一個 template， 不過用嘅係 Claude Code。如果你要用 Codex 或者 Gemini CLI， 就要自己抽翻啲嘢出嚟用啦。我放咗條 link 落說明欄，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玩下。Context Engineering 聽落好勁，但有啲人會覺得佢多狗魚，將簡單複雜化。而呢啲聲音多數係嚟自 Vibe Coding 嘅人，佢哋會覺得俾啱嘅 context 俾 LLM 本身就係 common sense， 佢哋一直以嚟都係咁做噶啦，而且係會按 use case 去做，唔會將事情公式化，令到個 engineering 嘅過程變到好複雜，浪費晒人力同埋 token。佢哋覺得啲人係盲目咁追捧 context engineering， 就好似人類已經冇晒思考能力，見到有權威嘅人喺度高舉 context engineering 嘅旗幟，就唔經大腦咁溝通。我起初都有咁樣嘅感覺，就好似鬥快諗啲新 term 出嚟，令到啲人好 high， 好似 YouTube 刷流量咁。之後我再睇多咗好多人點樣講 context engineering，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嘢，就算你自己用唔着都好，都有佢自己嘅存在意義。例如係今次嘅 context engineering， 雖然話係 common sense， 但係唔好忘記有句說話叫做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唔係話覺得自己特別優越，而係自己覺得理所當然嘅嘢喺人哋眼中未必係一樣。所以如果有一套指引可以去俾一啲唔知點樣做嘅人去跟，其實都幾好啊。我之前都試過叫個 LLM 去幫我 Vibe 個 program 出嚟，多 bug 都不在話下。最大嘅問題係一睇佢啲曲，勁多 hard code 嘢， security 問題、performance 問題，呢啲係有經驗嘅 developer 先睇得出。原因並唔係因為 AI 渣，而係因為單靠一段 prompt 係好難可以完整又精簡咁樣將你成個 requirement 講出嚟，而佢即係個 LLM 啦，記憶力又有限，就搞到成日都 Vibe 埋啲垃圾出嚟。要做好一件事係需要一個好嘅計劃。就以我為例，我寫曲，如果成個 task 係需要5個鐘頭，我會用4個鐘頭嚟 design data structure、infra 同 code structure， 剩翻1個鐘頭先真係落手寫。前期功夫做得越好，後期落手做越快，成件事越少 bug，越容易明。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唔需要覺得好興奮，當 context engineering 係潮流咁追，但我認同佢嘅存在係有價值嘅，或者當佢係一個參考都唔錯啊。咁唔知你又點睇呢？有冇唔係 Vibe coding 係其他 use case 嘅代表，講下對 context engineering 嘅睇法？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仲要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喎。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